石头虽然大包大揽地从晋王爷手里抢过了驱逐外来入侵狼族的差事，可真的与这些本地狼打交道，训练他们遵守纪律，按照人思维中的战术行动，石头觉得太难了。跟着春兰这么多天，所谓狼的语言，也就是将那些平时不太忙而且饥肠辘辘的独狼叫来几个，通过给他们食物，教他们翻越障碍、匍匐、隐蔽、穿插、包抄、坐下休息等几个简单的战术动作。至于那些在狼群中多少勉强能够混个半饱的狼，或者正在组建自己狼群的狼，或者正在狩猎的狼，春兰的吼叫和哨音几乎是无韵的。不过春兰却很有信心，她说这才刚刚开始，以后会更好。石头想啊，如果狼也能如人一般能够有意识地组建军队，通过大规模的外交和军事行动来开疆拓土，人也就不会成为万物之灵了，人的生存一定会受到威胁。爱姜也终于明白，组建狼群战队配合夏军抵御女真进犯，最起码在眼前是不可能实现的。不过他还是很喜欢和狼相处，每天都在本子上记录所见到的每一头狼的行为。石头在心里对自己说，这应该穿越回去，告诉那个名为战狼的电影的团队，人之外只有马匹和大象可以训练为战马和战象，别的动物都不可能参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，没有战虎、战狮、战豹，更没有战狼啊。春兰说，现在侯家集周围有大约30头可以召唤来的独狼，他打算尽快将这些狼带到辽夏边境，看看这些狼的战斗力。说干就干啊，他让族人准备了10几个木头轮子，带几个族人在村外放好，然后开始学狼叫，召唤这些狼。这些狼很快就来了，就进入了这些木轮。春兰和爱姜把一些浸泡过酒的肉块放进了轮子里面，20多只狼都被关在了轮子里面，很安详的在里面睡觉。族人们关闭木轮，将装着醉狼的木轮抬上马车，总共用了10架马车，然后呢，用1天1夜的时间来到了新庆府东100里之外的黄河边，打开了木轮。春兰、石头和爱姜带着侯家集的族人们在附近找了个被废弃的小村庄，解开拉车的牲口，大家利用白天好好睡觉休息。黄昏的时候，春兰、石头和爱姜安排族人每3个人一组，轮流站岗放哨，保护拉车的牲口。他们3个在草堆上也好好的睡了一觉。第2天，春兰、石头和爱姜3个头领早早出了村子，站在高处，3个人一起学狼叫，招呼那些刚放出去1天的黑水独狼们聚集到这里来。很快就有了回应，狼嚎声慢慢靠近。1个时辰之后，27只狼一个不少的聚集了过来。3个人好好查看了每只狼的情况，发现几乎所有的狼的牙缝里都有狼毛，身上都有被抓咬过的痕迹。春兰用肉块给这些狼一些奖励，同时通过抚摸等方式给他们进行精神抚慰。爱姜提议跟着这些黑水独狼组成的狼群去巡视一下，春兰说应该再等3天，现在重要的是保护好车队，别的事情交给这些狼就可以了。这些黑水侯家集人继续前进，在黄河边一个废弃不久的渡口停了2个时辰，看到河面上已经上顿了，冰面上薄薄的积雪上面没有野兽的足迹，但是河对岸的狼嚎声已经隐约耳闻了。车队又回到那个荒村，发现5头黑水独狼已经带着新征服的本地狼族在村口等着大家了。于是人和狼又是一番亲昵，相互认识，熟悉气味和外形。天气越来越寒冷，又下起了沙子一样的雪粒子。每天都有黑水狼带来本地狼群报道。5天之后，只剩下4头狼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狼群。这4只狼要么不够勇猛，要么被春兰驯化的太过。总之，这4只狼似乎很安于现状。后面几天
干脆在村子里找个破窝棚住下，饿了就来找石头他们讨要，连狩猎都懒得去了。就在这些黑水人来这个边境荒村驻扎的第11天晚上，熟悉的狼嚎中夹杂着很多不和谐的声音。村子里4头独狼聚集在一起，再也不分开，牲口也紧张的蹄子乱跑。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